其实2025年是一个蛮有趣的一年我们其实正式进入一个新世界秩序。2025年呢是这个风水的九运的第2年，风水的九运是很好的，是属火嘛。其实2025年到2027年这3年是很关键的3年，尤其是在这一年其实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很公平的机会来表现，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的。2025年这一年有没有哪一些行业它要特别注意的呢？属火的行业是很旺盛的，属火的行业就是有很多新的一些科技会代替现有的一些，可能现在的新的科技可能2-3年被取代了，所以呢，这个属火的行业其实它有一些有商机，也有一些挑战的。蛇年其实哪一些生肖的运气比较好呢？就是属马的朋友啦，这排第一啦，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了，车见车载啦，因为它有桃花星嘛，又有财星啊，什么都有嘛。就是我们老板很像是就是属马的，哇，这样就是很好了。欢迎收看以及收听今年我们自由时事的新年特备节目。你好，我是能杰。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访问开始之前呢，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就是我们财经呢要聘请新的成员因为我们今年财经的这个团队呢有一些新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要来招聘新的伙伴。那如果你有媒体销售的经验，也在寻找新的机会的话呢，欢迎加入财经，成为我们的这个媒体销售专员那详细的招聘资讯呢，可以参考我们的 FB 还有我们的 IG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履历传送到 isaac@bfm.my， 我相信我们的后制人员会把我的这个 email 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好，回到今天的这个正题2025年是蛇年嘛，那么在这个风水还有玄学的角度当中呢，其实它会怎样子来影响整体的经济走势，还有行业的发展，还有哪一些的行业呢会脱颖而出，而哪些的行业又特别需要来特别的关注或者是小心呢？那另外我们今天可能要来大致上来了解蛇年其实12生肖的一些运势的变化又有哪一些。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就是许宏芳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那姐你好啊，恭喜发财，谢谢你的邀请。是，那许老师呢，其实正在业界非常的有名那特别是在英文还有这个中文的媒体里面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也都非常热情的想要访问许老师那特别想要来了解一下今年我们蛇年的整个运势那么其实许老师，我们先来窥探一下今年在这个蛇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之下呢，其实有哪一些的行业它会有比较大的成长的潜力呢？其实2025年是一个蛮有趣的一年为什么呢？我们其实正式进入一个，我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有讲了，从2016年的年底就说我们将会进入这个新世界秩序，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Order。而且这个秩序呢，其实真正呢，在2020年就已经看得到了，看到很清楚了，全世界就进入一个大转变。2025年呢，是这个风水的九运的第2年，风水的九运是很好的，是属火嘛。然后第2年进入开始的时候，2024刚好是个转变期嘛，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在2025年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特别呢，这一年里面呢，当然不单只是属火的啦，属水和属金的行业是特别的旺盛的啦。那么属水的行业呢，包括像流动性的，好像旅游业酒店还有一些我们讲 logistic 就是运输嘛，运输可能包括航空海运交通等等也包括那些汽车的行业啦，都是很旺盛的。而且对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大的。那么我们也看得到嘛，最近就是很多在去年年底年中开始就很多那些商家他们就开始布局了嘛，就开很多新的那些车行甚至那些 3S 到个 S 那些 Sandal 他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布局。那么他们预测今年是很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呢，属金的行业也是很好，是属于很有活力的。那么呢，属金就包括金融业股市，我们预测股市就是在今年就是大展宏图了。那么想要就是过去就是一直在等着那个机会，想要怎么要 cash out 就是这应该是在这个2025年里面呢，就有一些蛮多的机会了。因为我们也预测呢，在这个很多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怎么建设的方面需要很多一些原料呢，包括属金那些原料，好像比如说一些钢铁
那么它的需求量也是应该是节节高升的了。除此呢，包括就是好像我们讲金的，就是那个 cryptocurrency 嘛。就是虚拟货币是啊，虚拟货币就是热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一段时候里面呢，另外除了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保险业啊，金的价格啊都会节节高升啊。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使用各行各业啊，都是使用这个什么电脑啦、Internet 啦、网络啦，那么网络的安全呐、那些保安啊等等，这些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厉害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行业，我们叫做政治这个行业啊，其实也有利可图了，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啊会涌现出来，也代表说里面有很多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纷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会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得到属金的行业进入一种好像调整期啊，因为什么呢？在2024、2023的时候，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idea 就被提出来说，哎，这些行业啊需要一些管制啦，什么什么啦，对不对？好像比如说那个虚拟的货币啦，这些等等啦。那么属金的行业将会看到在今年里面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有很多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规则啦、一些法律啦、一些新的系统啦，来做一些管制啦等等。有的人是说，哎，这些会不会变成一种好像一种被控制、一种限制啦？其实呢，这些新的一些法律啦、一些规则啦，一种新的游戏的一个 system 啦，那么它其实是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的，因为金融业接下来它对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呐。那么这个属水属金的呢，另外呢属火的行业就是继续保持那个所谓那种热度的。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2024开始啊，一直到2043这20年里面呢，属火的就是包括的是高科技啦，甚至一些比如说我们很直接大家都知道像 AI 啦，对不对？那网络的系统啦，甚至那些有关于能源呐，那是热能呐，包括好像在太阳能啦这些啦，新能源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需求量了。那么除了这个呢，就是那些通讯啊。IT 啊 ，telecommunication 啊，都是进入一个很旺盛的阶段。只是呢，他们这个属火的行业将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竞争，因为它那种怎么讲淘汰度啊，那些新的一些系统、新的一些产品啊，将会一直在取代一些现有的产品，所以他们那个面对的竞争那些压力蛮多，也代表说他们的上跟下有一些所谓的波动了。另外呢，其实2025年到2027年这3年是很关键的3年，为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一年呢，其实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呢，都会就是他这个整个这个气场啊，这个会提供每一个人、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很公平的机会来表现，来变成一个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所以在这一年来讲呢，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很好的机会。那么属木的行业呢，在这一年里面也是属于很旺盛的。属木是对马来西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什么呢？好像橡胶啊、中油啊、那些水果啊，我们相信这一年里面那个榴莲的价格也会节节上升了。另外呢，就是包括医药的行业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一年里面，尤其是2025年呢，有一个2黑星啊入中宫，那么要影响整个气场啊，大家对这个健康方面也多加以留意了。也代表说，在医药行业方面呢，可能又有很多突破，很多一些新的发现啊、新的发明啦能够帮助人类啊会更加健康，也帮助人类更加长寿了。那么医药行业是很旺盛的。那么另外一点蛮有趣的。其实这个 ESG 啊，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更加会有更大的需求量了。因为不管是现在的上市公司也好，大公司、小公司要建厂什么都好啊，都必须要符合那个 ESG 嘛。所以 ESG 这个其实是属木的。其实风水这行业就是最古老的 ESG compliance 的一个行业来的。所以呢，在这段时候呢，这个 ESG 的那些专员啊、那些专才啊，哇，他们的需求量是特别高的了。另外就是属木的，就是教育。这一年里面呢，我相信呢，全世界不单止马来西亚了，在教育系统方面呢，应该有很多的更新啊，一些新的系统啦、新的方式啦，会正式会驱动了，而不是在空谈啊，过去的2-3年一直在讲那些观念而已嘛，或者一些概念而已。今年是正式进入一个真正的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属木的行业，包括一些所谓的创业的啦、创意的啦。都进入个很好的一个阶段。第5个就是属土的了。属土的行业，我们直接想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房地产啊。
那么房地产呢，在过去，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那个期段嘛，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那一两年呢，就是2020到大概2023，甚至2024开始看到一点点曙光，但是还没有那么的热烈了。但是进入这个2024年，因为在这个风水九运的带动之下，风水九运是属火嘛，火是能够生土嘛。那么属土的行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一直到2043年的20年里面呢，其实还有带有很大的一些商机，尤其是不单只是马来西亚政府啊，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比如说我们邻国印尼啊，另外一些邻近的国家。都会进入怎么呢？就是推动一些基本建设的一些大计划了。尤其是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来讲呢，因为有这个风水九运的从往南去的那个极气嘛，就是从全世界最高的地方就是喜马拉雅山，因为风水的气是从高流去低的嘛，那么往南去来到马来西亚是最漂亮的，为什么呢？那个气就是直接来到，就累聚在这里嘛，就累聚在半岛，累聚在东马，然后由这个苏马特拉岛和这个爪哇岛，就是围绕着那个整个气场在那边，在这段时候是很旺盛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看得到嘛，就是北马，我们讲北马就槟城嘛。有这个 Penang 的 LRT 对不对？那轻快点的系统其实真正已经开始动土了，在1月11号的时候，这些就是很巧合、很巧妙，就是在这一段时候就正式推动起来，好像跟那风水的配合到就是天衣无缝了。那么南马的有那个这个柔佛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经济特区嘛。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设啊等等啊，包括了 RTS 啊，都正在进行中嘛。然后当然在中马来讲，吉隆坡雪兰呢也是继续的一直在带动，所以这都是属土的行业了，然后在带动着整个经济。那么东马来讲呢，也是因为有这个范婆罗洲大道嘛。那个高速大道啊，就是大概5300多公里的，哇，这个其实呢，就好像以前我们这个南北大道开始建设过后呢，它周边的城市就旺盛起来了。所以马来西亚呢，在这一段时候啊，是进入个非常美好的时段，所以就是说，2025到2027这36个月啊，是会呈现出很多就是怎么讲啊，就是 life changing 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一种好的机会了。是，好，老师，你刚才也都提到了很多这个很正向的这些的行业哦。那在蛇年2025年这一年，有没有哪一些行业它要特别注意的呢？它可能它发展的势头可能没有这么好，然后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特别注意，或者是来破解这不好的势头呢？其实我们进入这个2024开始，尤其是2025开始，就很多所谓的新的概念啊、新的方式去做，因为整个市场的那是需求啊。整个市场的购买的习惯呢，跟人的一种新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尤其疫情之后啊，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好像做什么生意了行业跟这好像以前怎么做就这样怎么做，现在完全不同。第一就创意了，第二就是要融入那些高科技嘛，对不对？另外呢，比如说属火的行业是很旺盛的。刚才有提到嘛，属火的行业就是有很多新的一些科技会代替现有的一些以前任何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科技产品啦，可能它的那个寿命啊。使用的寿命啊，他们可能有出一些产品，比如说从一个 version 1或者到一个 version whatever 最成熟的，可能有一个5年到10年的寿命嘛。加上以前我们看那些从1G 到2G 啊，都大概10年这样嘛，2G 到3G 也10年嘛，后来就越来越短。可能现在的新的科技可能2-3年被取代了。到这一段时候呢，属火的行业呢，很多新科技、新产品啊，可能那寿命可能是6个月，可能是9个月，可能1年而已嘛。所以这1年里面呢，大家都必须要去怎么讲呢？去尽量就是各处奇谋了，去想是要发挥创意，一定要发挥，而且将会很多不同的一些就是新的产品去代替。所以呢，这个属火的行业其实它有一些有商机，也有一些挑战的。属火的行业，对，好的。其实老师，你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啊，应该是属土的嘛，属土的行业，然后它随着国家的发展啊，会非常的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他在思考要不要置产的时候，他会想说，现在房地产如果走得这么高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我进场的好时机呢？那老师，你认为2025年，就是对于想要购买房地产的人来说，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年？
OK，2025年呢，这个房地产来讲肯定是很好的啦，尤其是一些当然我们买不能够是随便盲目的去买了，盲目的去投资嘛。尤其是比如说属于北方我们从哪个点看起？就是吉隆坡或者是布查加往北方，就是中马的看起，北方就是比如说北马，就是以霹雳啦、以槟城啦，以这个槟城为主嘛，也包括霹雳啊、怡保啊这些啊。那么也包括如果在近点，可能是拉旺啦，这些都有在蓬勃的发展嘛。因为这些地区在过去，比如说拉旺啦或者怡保，在之前好像比较近，比较没有那么好像那么的旺盛，现在越来越旺。那么往南当然是越来越旺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南方的，包括 Cheras 啦蕉赖。甚至很多人也看得到，好像嘉颖啦，甚至再往南一点，就包括这个森美兰的这个那里芙蓉啦这些区啊，甚至马六甲，再下去南方就是更旺盛，就是在这个哪里嘛，这个新山嘛。那么东马来讲，古晋啊这些啊，就是有那个 highway 的一些城市啊，都是肯定是很旺盛的了。当然选择是很重要了。这段时候呢，我们也预测呢，这个所谓的那个银行的利率也不会那么的高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在去年就开始做一些，开始可能上半年就观察，进入下半年感觉到好像看得到，就是各国的政府，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啊，也不会说增加那个利率或者跟住好像美国啊这步伐去走嘛。那么利率方面没那么高的话，那么每个月他要供的那个房贷嘛，那么也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看得到，好像整个市场比较活跃起来了。好像最近我们看了市场上的买气这是蛮不错嘛，也就是迎接新年这期间嘛。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真的是怎么讲啊？要去找，而且自己住的屋子住的可能也久了，也想到说，屋子的价钱，自己现有的屋子好像那个价格也在上升嘛，就想要换一个比较大间的屋子。今年2025年，我们看预测呢，就是买卖这房地产的买卖啊，那个number transaction 呢，应该是比较多的。了解，所以说到这个房市呢，可能这个北边的朋友可以多加留意一下，或者是大家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可能可以向北看的意思，对吗？北或者南啊，这两个是，还有这个东方其实也是很好的，就在那个方位来讲了。好，说完了这个房市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好了啊。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呢，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对于2025年有哪一些板块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我们请到很多股市投资的这些专业的人士来这边有聊啊。但是如果从这个命理跟风水的这样子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其实有哪一些板块或者哪一些行业在股市2025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2025年呢，应该我们预测就是很多有新的一些公司上市了，所以 IPO 的那个数量应该会，我相信可能会翻倍了，包括马来西亚。24年已经很多了，然后25年还会再翻倍。对，应该会很多，更加多公司想要上市了等等的。那么呢，这一年呢，在股市方面来讲呢，肯定就是很多商机。我刚才有讲嘛，它会呈现出很多一些能够改变人生的一些大机会了。当然，投资股市不能够盲目的去投资的，我也不是投资股市的专家，只是从风水啊、命理啊这个角度是做一种就是这个探讨，做一种参考而已了。那么这一年里面，当然一些高科技的股肯定是很受欢迎啊，只是说有人考虑到高科技的股会不会价格太高了，需不需要就等它有做一个大调整？肯定整年来讲是有一些。肯定是有调整的啦，那么调整到什么价格，可能要请一些专家来做一些研究，什么时候是入场的机会啊？就真的是要做一些研究，不能够盲冲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了。除了高科技哦，有的人有分析说，到底中国那边是怎么样？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分析呢，中国因为今年是有这个二黑星嘛，在中央嘛，然后我们风水是来自中国嘛，二黑星在中国已经产生出一种所谓的影响在那边。那么中国呢，在这一年里面可能是有一种调整期了。我们相信呢，就是进入大概是7月或者是10月过后啊，整个那个局面呢会变得比较好。那么呢，另外呢，美国的股市应该是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些阶段，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出来了。除了这些高科技的行业啦，一些可能是医药的行业啦，关于到一些食品啦等等，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另外呢，一些有参与一些基本建设的 infrastructure 这些公司啊，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了。他们的股价应该理论上来讲会节节上升啊。那么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靠的呢？就也是要做一些研究了。根据我们好风水的一些研究呢。
整年来讲呢，有一些月份是比较我们说比较吉祥如意的，比如说2025年的3月、4月、6月、7月、9月、10月和12月。整个12个月里面呢，包括有大概7个月是属于比较好，比较好代表什么呢？不是说股市上得很厉害什么。这些好的月份、吉祥如意的月份，当我们打开报纸了或者听新闻呢，我会看得到，整个市场的那个氛围啊，会比较趋向于比较 relax， 你会感觉到比较高兴的，整个天气啊还是什么。当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挑战的月份，我们看报纸还是听到一些新闻，看到一些什么事件啊，很多人感觉到一些压力的。这个其实我们分析呢，是分析整个的五行的气的那个气场怎么影响人的那个心情嘛。其实股市的时候，大家对它有信心的时候，大家一窝蜂上去的时候，它就上嘛。那么这些有挑战的月份，就是包括2025年的2月、5月、8月和11月。这4个月份里面呢，包括就是我们通常在有挑战的月份，我们通常就不要做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事情，要重大的决定啊，要推荐一些新的什么产品等等啊，我们都尽量避免在这些月份呢。那么也代表呢，这个2月、5月、8月和11月了，可能在股市方面应该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调整了。也许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做一些研究咯。这只是供一个参考了。大体上来讲呢，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呢，我们在好风水的集团，我们是使用一些3个主要不同的一个元素。或者 parameter 来做一些整合，做一些研究了，就是包括流年那个卦，今年那个卦是这个水天虚卦，再加上呢流年那个八字，再加上流年的飞星，这个组合整合起来呢，我们看得出呢，在这一年里面呢，都有整个市场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需求，只是说我们看到很混乱的一些局面呢，因为我们进入这个新和旧的世界秩序的这种交替期哦。就是比如说大的来讲，一个 G7 嘛，G7， 然后还有一个 BRICS 嘛，两个就在拉锯战啊，你拉我扯，就会产生出一些所谓的火花啊，一些上跟下啦，会弄得可能市场会比较混乱，大家可能会慌啊。但是刚才我所讲嘛，其实我们整年来讲比较好的月份是比较多嘛。当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整，大家也不用去慌嘛。我们最主要呢，今年的这个好风水的这个关键字叫做蓄哦，就是蓄势待发的意思。也代表说，这一年里面呢，我们大家就是静观其变啊，就是在静观其变的当儿，必须要增加我们的知识，然后包括要投资股市的一些知识啊，对某一个公司要多点了解啦，还是怎么样，整个趋势要多点了解啊，才知道啊，就是要等机会一来到的时候。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嘛，包括资金方面啊的一些调整啊是怎么样啊，就是能够掌握那些机会了。是，其实老师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哦，因为我们也可以从这个2024年的年底开始，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点的烦躁不安，因为对于这种各种的不确定性啊，都会觉得有一点的彷徨啊，或者是说浮躁感啊，就是比较重一些。那老师所以您刚才有说到一个关键的月份，就是明年的3月份啊，那是不是这样子一种不安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整体市场上面比较浮躁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是不是进入3月份就会开始比较好一点呢？理论上来讲，我们根据那个风水或者那个八字或者整个那个格局来看呢，3月、4月应该是整个市场啊，就是不管你见到人也好，大家的心情也比较安，那么整个市场是趋于比较正面的一个发展的，理论上来讲是这样。那么阳历的2月呢，应该会有一些所谓的调整啊。好，那所以2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要特别谨慎啊，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决策，可能就不要在2月份来实行啊。但是如果老师说到这个关于生肖的话，因为每一年一定会有一些的生肖是可能运势比较好，那有些生肖呢，可能就要多加的注意啊。然后我其实有看到老师写的一个专栏，其实很详尽的有去分析了，就是2025年各生肖的一些运势，可不可以请老师在这边跟我们大致说一下2025年蛇年其实哪一些生肖的运气比较好呢？如果讲运气比较好的啦，就是属马的朋友啦，都排第一啦。哦，属马运势比较好。对，属马的朋友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了，车见车载了，因为他有桃花星嘛，有财星啊，什么都有嘛。就是我们老板很像是就是属马的，这样就是很好了。那么在他的事业上啊，在他比如说他整个这个他的网络方面啊，人脉方面肯定会提升啊。那么也代表说他的事业啦，就是节节高升。当然除了属马的、属虎啊，还有这个属狗的朋友啊，
也是很好的，在这2025年里面呢，他们属于就是在那个 list 里面的最高的了。那么除了这个呢，这个属猴子啊、属龙的和属这个老鼠的人也是属于是很好的，只是说属龙的朋友呢，就稍微要留意一下健康，比如说在阳历的4月份和10月份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今天也是2黑星入中宫嘛。那么大体上来讲，对健康方面，尤其是一些朋友啊，就是属龙或者属狗的朋友啊。那么可能过去啊，就是可能在肠胃方面啊、呼吸系统方面啊、腰骨方面啊、皮肤方面有一些小小的问题，而且小隐忧。那么进入这一年里面要特别注意了。当然，注意是说在进入这一年之前，或者在4月之前、10月之前，就可能增强身体上的，比如说这些抵抗力啦，或者是一些饮食啊、起居方面做些调整啊。那么另外呢，比较带有挑战的一些生肖呢，就是包括第一的，因为今年是什么呢？是蛇年嘛。蛇跟猪就所谓是冲嘛，说冲太岁的就是属猪的朋友了。那么属猪的朋友在这一年里面呢，理论上来讲是很多一些所谓的挑战呢，那么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就是除了就是阳历的这个5月份和11月份，尽量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哦。还有另外一个月份呢，就是这个8月份哦，尽量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了，或者这些重大的投资尽可能要问一问一些比较熟悉那一方面的人或者一些贵人会比较好了。属兔的朋友在这一年里面也是要稍微要留意一下了。属这个羊呢，属羊的朋友呢，因为今年呢是缺乏那个所谓的吉星嘛，它本身嘛，所以属羊的朋友要时常尽可能这样就是多一点跟他人交流，能够得到他人的一些助力了。尤其是在阳历的7月份和2026年的1月份呢，就尽量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了。那么刚刚所讲的就是刚才讲到属龙嘛，之前嘛属龙是蛮好的嘛，尤其属龙的朋友他们呢就是有这些机会，比如说结婚或者是生孩子或者是怀孕都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些好处了，一些好运了。那么呢比较有挑战，刚刚我讲了属猪、属兔、属羊嘛，属虎很像也是蛮有挑战的嘛。属虎只是稍微，其实属虎是蛮好，只是在健康方面要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调整而已。那么属鸡、属蛇和属牛的人也是有一些小挑战，但是属牛来讲是在那个有挑战的生肖的那一页里面呢，它是在第6个了，所以它这个挑战并不是很大。那么属鸡的朋友呢，在这一年里面虽然是有一些挑战，但是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天解星地解星就是能够帮他化解很多所谓的这些挑战就是也不用说是担心属鸡和属兔的朋友虽然是也是有挑战，但是呢，他们在事业方面其实是有所提升的。打工的朋友还是能够步步高升有这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升职加薪的机会了。只是在这个3月份，还有就是9月份的时候还有就12月份的时候，就不要做重大决定而已了。所以大体上来讲呢，好的，比如说属马，当然是无往不利啦。比较有挑战的属蛇的，只要避过那几个挑战的月份，5月11月8月也是 OK 的。是，好，我这边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因为像比如说属蛇的朋友，今年是犯太岁嘛，对不对？那除了属蛇之外，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生肖犯太岁的时候，那如果在犯太岁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份里头，其实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呢？可以来破解，或者说让自己更加平安？因为我们常常有听人家说要安太岁，那当然那个安太岁拜太岁那个是一些传统习俗啦，那个是可以做也无妨嘛，至少买个心安嘛，对不对？那么刚才我所讲嘛，就是总之属蛇、属猪的朋友，一个是犯太岁，一个是冲太岁主要呢是在那几个月份呢，对他们有一些冲克的月份，尽量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就好了。比如说5月11月8月或者是2月就是这4个月里面，尽量就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其实就 OK 了。当然可以的话呢，时常就是跟一些比较旺盛的生肖的朋友多一点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嘛，就是属这个什么呢？这个马啦，甚至猴子啦。
甚至老虎啦，他们都很多贵人的，他们也有很多很多正能量啊，跟大家分享嘛。那么有时候可能自己觉得彷徨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就是刻意找这几个生肖就他们就可以就可能也可以给你很多的正能量啊。尤其是属猴和属虎的朋友因为他本身是有一个贵人星嘛。当一个人上有贵人星，或者他八字里面有贵人星，或者当年他走着贵人星的这个运势的时候其实是很顺的，就是诸事顺利的。这其实是很有趣的现象了，所以呢，我们多一点跟这几个生肖交流多一点请教他们就好了。OK， 好，跟这个运势好的朋友多结交、多交流多请教。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风水以及命理的专家呢，许宏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关于自己生肖今年运势的话呢，其实除了去看您的这个文章之外，也可以亲自来找您的，对吗？对呀。可以的，跟您约时间。对的，是的，是好，就直接找好风水 Kenny Hu 或者是许宏芳就行了。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许宏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晓得你对于今天老师的分享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提问的话呢，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来告诉我们的。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